它是如今現存最為神秘的民間組織，有人說它代表着西方世界的意志，有人說它掌握着世界動態和經濟命脈，還有人說它曾多次滲透我國卻無功而返，甚至還有人說它才是全世界幕後的無冕之王。上2集視頻中，莫言為大家講述了光明會以及骷髏會，但今天要講述的共濟會卻截然不同，因為已然強大無比的光明會是他的兒子輩，美國精英組織的骷髏會更是他的孫子輩。之所以這麼說，則是因為他們都曾受到共濟會的保護和支持，其早期最為出色和優秀的成員都是從共濟會退出去的。現在讓我們先看一下這張美鈔，和其他國家一樣，它的正面印有美國前總統喬治華盛頓。華盛頓的政績和地位在政客心中簡直是神一樣的存在，因為是他帶領着美國人打贏了獨立戰爭，真正意義上的把英國殖民者從美洲大陸趕了出去。所以全美發行量最大的1美元美鈔的正面印有他的头像。現在我們繼續看一下反面，右邊是美國的國徽，頂部的13顆星代表着13個州結合成一個緊密的聯合體，鷹爪上面的弓箭和麥穗分別代表着戰爭與和平。以上無論是總統頭像亦或者國徽都沒有問題，但接下來詭異的情況出現了，因為左邊居然是一個13級的金字塔，看樣子似乎還沒有封頂，並且其中還有一顆栩栩如生的眼睛。其實在最開始的時候，就連美國人也不清楚其設計含義。要知道，任何國家的鈔票要麼印上國寶动物，要麼印上地標性建築物，要麼印上山川湖海，為什麼唯獨美元背後會印上埃及的金字塔和一個詭異離奇的眼睛呢？想必大家此時也猜出來了，這顆眼睛便是神秘組織共濟會內獨有的標誌。今天莫言就為大家詳細解讀共濟會的前世今生。共濟會的英文名叫做 Freemasonry， 直白的翻譯過來的話就是自由石匠的意思。在已經爆出的共濟会憲章中，对此名字有非常詳細的描述，說是在公元4000年前，古埃及誕生了一个名叫守護者的神靈，他知曉萬物，掌控世間一切法則。而美元背後的神秘眼睛也來源於古埃及，是太陽神克魯斯的眼睛。共濟會認為克魯斯之眼能看穿世間一切虛妄，有着讓亡靈復生洞察一切的能力，也被共濟會稱作全知之眼。那麼問題就來了，一個古埃及的神靈怎麼會印在美元上呢？眾所周知，美元並不是由美國政府印發的，真正掌控美國經濟命脈的組織叫做美聯儲，它是由12家私人銀行組成的聯合體，而這12家私人銀行的歸屬早就已然不是秘密了。他們背後是世界4大金融財閥，分別是羅斯柴爾德家族、洛克菲勒家族、杜邦家族和摩根家族。這4大家族莫言就不再赘述了，相信他們的財富足以買下小半個地球。由於4大家族的成員都加入了共濟會，所以美元的背後也被印上了與國徽平起平坐的埃及金字塔和全知之眼。要說他們擁有的權力到底多恐怖，其實舉一個例子就能概括，那便是美國傳奇總統肯尼迪。上任之後做出的功績非常顯赫，一是橫跨半個地球的越南戰役，二是逼得前蘇聯服軟的古巴導彈危機，三是開啟了美國登月計劃。而就是這麼一個年富力強的總統，卻做了一件傻事，他公開宣布要將美元的印發權收為國有。就這樣，肯尼迪於4個月後遇刺，直到如今行刺者的身份依舊是個謎。想要了解詳細過程的朋友可以移步主頁進行觀看。話又說回來，實際上共濟會沒有那麼極其悠久的歷史，因為在1717年它才真正的成立，而入會的規則和條件更是特殊。首先必須是有信仰的成年男性，其次要受到現有成員的推薦才能有機會加入，最後便是漫長的考核期。這期間要學習共濟會的憲章和複雜的溝通手勢。這個過程可長可短，長則終生，短則半年。而一旦成功進入之後，將會從最低的學徒做起。組織內部共有33個等級，最高領導者被尊稱為總導師，而升遷的方式只有一種，那便是為組織內部成員做出貢獻。這裡的貢獻無非就是提供金錢或者提供方便。用現在的話來說，共濟會就是有權有勢的人互相交換資源人脈的組織。那麼為什麼有人說共濟會多次滲透我國卻無功而返呢？這是民國時期的華人共濟會總部匾額，這是香港共濟會的總部雍任會館，這裡是上海北京西路，也是大陸唯一一座共濟會總部。直到如今，外牆的碑文上還雕刻有共濟會的英文名，其他的莫言就不再多說了。